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2026年，我们又来到了新的一年。那我觉得今天在这一个最新的一集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在这一次2025年年尾的这个跨年呢，我具体做了什么样的东西？那其实在这几年来，我好像已经放下了一定要就是跟大家追随的那一种跨年方式，一定要做一样的这个东西。就是以前的我会觉得，就是跨年嘛，我就说一定是要跟我朋友聚在一起，或者是我一定是要去可能有放烟火的地方，有去很多人的地方，就是这种时候只有这个时间可以享受到，或者只有这个时间可以体验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我应该也要去体验。这个是我以前的一些想法，但是我发现到这几年来，我好像整个心态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所以今年呢，我也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我和我太太就是在家里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就在12点的时候看这窗外有什么样的烟花放，我们就看。所以是抱着一个这样子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度过了2025年。那你说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或者是有什么特别遗憾吗？好像也没有，因为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像这样子的仪式感，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对于个人的一些追求啦，就是它本来就不应该被约定俗成是，那我一定要是过2025年的最后一天才算是过一个仪式感嘛，我也可以是2026年的第2天去过这个仪式感嘛。对我来讲，它本来就是一个人为的制作的一个东西，最主要这样子的仪式感是为了让我们还记得，或者是还能够感恩我们现在有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既然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其实也不一定要用在跨年的时候，或者是用在新年的时候嘛，对吗？我们可以用在任何的时候，只要我想要做感恩的东西，我就可以马上去做。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对于跨年的一些想法啦。然后今年应该是第一年我在 KL 跨年，所以我其实就有想，这样子我是不是应该也去一些 shopping mall 啊，看一下 KL 到底是怎么样去过这个跨年的？但还好最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从后面的新闻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去的人当天都是非常的挤，然后很多很多人，然后在停车场塞了2个小时。但是这样子的2个小时，因为我最后选择是在家里自己过，所以其实，在过程中可以很好的跟家人去享受这个时光，然后时间到了也能够很准时的去睡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心态上面的一些转变，就是我不再像以前这样子追求是要跟大家一起过，或者是一定要去最 trending 的一些方式去做跨年，而是抱着一个我可以跟我最在乎的人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回顾和感恩去年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做这最简单的东西，其实就已经是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我觉得像这样子非常简单的做法，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满足了。那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最主要是关于 Manus AI。那基本上最主要会让我重新把目光锁定回这个产品的原因呢，是因为最近 Meta 它刚刚收购了 Manus AI，所以它就会让我开始去思考，到底这个 Manus 具体来说它为什么值得被收购，还有就是最近也有看了他的一些创始人的一些采访，然后觉得这个团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就想要去尝试看看他们眼中的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去试了 Manus AI。那在开始去真正去使用这个 Manus AI 的过程中呢，我就开始去真正去理解他们背后想要带出来的那个观念，还有就是到底 Manus AI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是非常适合，或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能够给你一个最好的答案，甚至是能够赢过其他的一些 AI chatbot 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分享的，到底 Manus AI 能够做什么，还有到底 Manus AI 的未来会是什么。那我们首先来聊聊到底 Manus AI 是什么。那基本上 Manus AI 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类似像 Chatbot 这样子的嘛，只是呢，它更加对于自己的定位是叫做他们是一个全世界第一个的 General AI Agent。也就是说呢，比起一般上的 AI chatbot 或者像 ChatGPT、像 Gemini，他们主打的事情是回答你的问题，以回答为主，解决你的疑虑为主。像这样子一个 Manus 的一个 AI agent 呢，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直接帮你完成任务，所以他其实更加做的东西会是像手的这个功能，就是他的目标是在怎么样帮你完成任务。那当然 Manus 是没有自己的模型的，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大家定义为套壳的一个产品啦。简单来讲，就是它是一个背后都是用着各个不同公司的一个模型。但是呢，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他们觉得更有优势的地方，因为我背后能够选择用什么样的模型。比如说像我这样子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AI agent，可能今天的用户呢是需要去浏览网页，是需要去查询资料，是需要去写文章，是需要去生成报告，是需要生成图片。但是呢，我就可以在各个不同的领域
域各个不同的工作里面去使用不同的 AI，或者是去使用不同的工具来完成。比如说，我可能觉得，网站是 Gemini 比较厉害，我就让网站的方式是 Gemini 去完成的。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在 coding 方面可能是 Claude 比较厉害，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能够在这一个任务上面去使用 Claude，所以他把所有的模型都整合到了自己身上。同时间呢，他根据各个不同的场景呢，去适配了他觉得最适合的一个工具和一个使用方式，还有他背后串接的这个 AI，目标就是为了真正能够帮你完成任务。这个是 Manus AI 他们公司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来到更关键的问题，它和 Gemini 啊、ChatGPT 具体的差别是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不挑模型嘛，基本上我每一个模型我都可以是我的合作的伙伴，所以简单来讲，就是用户只需要付一次的费用，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模型都是用着最强的模型去执行任务的。这一个当然是它的第一个强项嘛，就是它身为应用，而不是只有模型，它就能够我可以串接每个不同的模型去发挥它们最大的优势。再来第二个东西呢，因为它主打的是 agent 而不是回答问题嘛，所以呢，其实它在解决的东西就是我要真的帮你完成任务。所以我就需要调用很多个不同的工具，很多不同的能力，我需要很多综合性的能力，我才能够帮你解决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其实面对的挑战就是，他其实在完成每一个任务消耗的那个算力呢，会是比一般的 Gemini 啊、ChatGPT 啊消耗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所以这个就是它和一般上我们俗称的这 AI Chatbot 它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它的消耗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它的目的就是帮你完成任务，还有就是它能够整合各个不同厂商最强的一个使用方法去整合起来，让你在 Manus 里面使用的时候呢，这些都是给你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一个工作流程，或者是最适合使用的一个 AI 模型。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对于 AI Chatbot 来讲，可能很多人需要的是一个订阅费用，就是比如说我订阅了之后呢，我就是能够无限的问 AI 问题，AI 会无限的帮我回答问题，甚至是可以帮我做完那个事情会更好。但是我觉得到了 AI agent 的这个地方，或者是到了 Manus 他们自己认为的这个方向呢，就会更加是以结果导向的，也就是讲，他的目标是真正的帮你去完成任务。今天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你需要多付$50，你会愿意做这个事情吗？那你如果愿意，那他就会真正的用这么大的一个算力去帮你计算出来，最后帮你执行这些任务，最后把这个任务完成。所以他其实到后面会更加偏向是以结果导向来收费。你会愿意为了这一个结果导向而付出更多的费用，会变成他们的一个指标。所以他们追求的指标可能不再是我有多少的使用用户，就是有多少付费的用户，可能不再是以数量为单位，因为有更多的人订阅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用的频率很少，或者是他们用的东西没有太大的使用量，那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呢，可能他们有可能5个非常厉害的用户，他们可能一个人就能够用了几千几万美金，这样子呢，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收益来源，可能是对这个用户来讲是更加值得愿意去付费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对 Manus 这间公司来讲，这个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我现在的这一个 AI 的这个产品能不能够给你更好的一个结果，来让目前为止在使用的这些人非常的满足。然后呢，长远来说，我就能够不断的增加更多的用户，甚至是每一个用户呢，他在我这里花费会更加的高，因为这个 AI 真的是能够帮助他解决某一个方面的疑虑，可能这个疑虑呢是让他可以少请2个人。那对他来说，我现在本来要花这个钱在请人身上，但是呢，我现在用了这个 Manus 来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去请这个人？所以对我来说，一个月可能花到几百美金，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反正我本来就是要把这个钱去请一个人来完成的，所以对我来说，它的价值是足够的。所以其实呢，你了解了这个产品的一个定位方向之后呢，再加上我自己使用的过程呢，我会感觉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呢，它是非常适合，就是想要追求最高效率，或者是真的是想要完成你工作中某些很无聊或者很琐碎或者是很繁杂的一些任务，你需要一个 AI 来真正的帮你完成任务。我觉得像这样子追求高效的工作者，追求极致生产力的工作者，它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但还有另外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让 AI 完成之前呢，你必须对于这个任务有非常非常充分、非常非常的大量的了解。因为我目前只使用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 Manus 它有些时候呢，它还是会有蛮多的幻觉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为了能够让 Manus 真正能够完成你的任务呢，你必须把你的任务说得非常非常的巨细靡遗，就是我必须把我的任务说得非常的具体。
我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确保他给出来的答案是符合我想要的。同时间呢，目前为止 Manus 有个限制，就是你可以想象你在跟他对话的过程，你每一个新的对话都可能导致他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运算去帮你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它其实是有限制的，就是你在一个 chat 里面能够持续跟他聊天下去的那个次数，它不再像其他的 AI chatbot 这样，我可以无限的延伸、无限的问下去，它可能会限制你，可能你问了多少次之后就不会再让你问了，所以就变成是，其实你在每一次问答的这个过程中，它都非常的重要。它的使用模式呢，更加是我想象中的一个 workflow 会是长这样子的。我把整个流程都整理出来过后呢，我再发给 Manus，Manus 在读完了这一篇内容之后，直接开始去进行任务。它比较像是一次性的交代任务，就是你应该把它更加当成是一个人。这个也是 Manus 自己对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看法，就是他觉得 AI 可能你还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但是在 Manus 这里你应该把它完全当成是一个人。今天我把这一个 intern 叫进来，我今天把这个 AI 的这一个员工叫进来，我要做的东西就是我要准备好一个详细的说明书，详细的流程，我要你做的东西是从 A 到 B 到 C 到 Z。然后呢，让这个 Manus 呢能够完整的按照这个方向去进行，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获得你想要的那个成果。但它的好处就是呢，比如说这个工作可能是我每个月都需要重复去完成的，但是我其实只要设定好了一次之后呢，接下来下一次我就只是再让它重新再跑一次，可能每个月就跑这么一次，或者是每一天就跑这么一次，它就能够很大量的减少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间，或者是省去我去请一个人来做这些繁杂事情的一个时间。所以其实目前为止我使用下来，我觉得 Manus 有几个蛮不错的功能。首先第一个东西是它有一个虚拟浏览器的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它的这个 AI 呢是能够自己去用自己的电脑去上网去查询资料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你想要进行浏览器的一些操作的时候，它是有两个选项的。第一个选项呢是它可以直接控制你的浏览器，去用你的浏览器跟你看同一个画面去制作任务。但是呢，这个时候可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诶，我刚好也要使用同一个页面在做东西，可是就因为这个 AI 还在用着，所以可能导致我不能用。所以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功能，是它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的一个电脑呢，去使用浏览器的方式去帮你找到这样子的资讯。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简单来说，我先叫他去做任务，他就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可能开了很多虚拟的电脑，然后每个虚拟的电脑都开始打开浏览器去帮我完成任务。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延伸出来还有一个最新推出的叫做 Wide Research 的功能。但这个 Wide Research 的功能的重点呢，就是假设你需要做的是一些重复性但是很大量的工作，如果你之前让 AI 来做的话，比如说你让它去搜索关于100间公司的资料，但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因为可能我收集到后面的时候呢，我开始累了，所以 AI 会想要偷懒，或者是可能到后面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前面的那些 context，所以最后他给出来的那个内容可能是一团乱的。但是呢，这个 Manus 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做法呢，就是既然我都可以帮你开了一个虚拟机，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帮你同时开100个虚拟机，或者是比如说我讲20个虚拟机好了，他就让这20个虚拟机每一个人只需要看5个竞争对手，然后在最后再把所有的资料整合在一起来完成你的任务。所以最后他就能够很有效的大量的上网去收集一些公开的数据。我觉得这个是 Manus 目前为止最强的一个功能。同时间，它也是对于 Excel 有它自己的独特理解，所以它能够在整理表格方面呢，看起来我自己体验下来，它的能力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今天我觉得 Manus 最适合的一个任务的一个形态，就是我今天有很多的一些公开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要他上网去 search 可能100间跟我同行的一些公司，我需要了解在整个马来西亚有什么样的公司跟我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然后我可能可以跟他们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让普通 AI 去做，它可能搜索到第10间之后，它就放弃了，或者是它就最后就给我一些没有质量不太高的一些答案。但是呢，用了这个 Manus 呢，它就能够真正去搜索100间资料，最后把它们整理成，比如说可能一个表格，一个 Excel 发，然后在这个 Excel 发里面就列出了每一间公司的网站、公司的名字、公司的强的地方、公司主要负责什么样的业务、公司的 company size、公司的 location， 还能够按照表格的方式整理出来给我。像这样子非常大量的数据是需要去整理的，同时间需要去上网搜索的，这个我觉得是 Manus 最适合的一个方向。但是其实在使用过程中有几个地方是我自己觉得体验不是太好的。首先第一个东西就是我感觉到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啰嗦的一个 AI，就是
比起 Gemini 就是很擅长把东西精简，把东西讲得非常的精简，但是我自己觉得 Manus 呢，他给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冗长，所以我觉得它在于细节的把控，或者是在于你想要生成一个非常长的内容呢，我觉得 Manus 它就非常的适合。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学习，我就觉得它非常的不适合，因为它可能最后给出来的答案呢，它可能会给了，比如说他上次为了完成我的这一个 research 的这个任务呢，他给了我5个不同的档案，然后这5个不同的档案就从5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我要他做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对我来讲，我只是想要学习一个新的观念，然后他需要我去看5份很长很长的答案才能够获得一个新的知识。对我来讲，这个过程太过漫长了，所以还会直接让我完全不想打开。然后我也尝试去看完这5篇文章，然后当然是因为太长，我都没办法看完。然后同时间我感受到的东西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是。第一个文章提过，第3个文章又在提，可能差了一点点，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具体的去分析。可是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冗长，然后我无法从中提炼出来对我有用的一些知识，所以我觉得在学习方面呢，Manus 可能不是一个太适合的一个工具。当然，它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一个助手嘛，它的强项本来就在于 AI agent，而不是在于 AI 搜索和 AI 回答的这个部分。再另外一个我发现到的问题就是会有一个对于 credit 消耗的一个焦虑。就是简单来说，因为我的这个 plan 呢，它是可能只包括多少个 credit 嘛，所以它一定是有限制的，因为毕竟我没有花更多钱，或者是像我之前提到的，有一些人真的是会在他们的平台上面可能每个月花好几万美金的，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当你的任务今天是需要消耗很大量的一个 credit 去进行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一点焦虑，就是你会发现到，诶，我本来想要1个月都可以使用了，可是可能在2天里面就被我用完了，所以就变成过程中呢，我每次问一个新的问题，我都会非常的小心谨慎，我都会 plan 好我需要的一个方向之后我才去问。但是问了之后呢，如果我感觉这个 AI 它在消耗很大量的 credit，只是完成一个很简单的步骤，我就会有很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我今天有一个新的想法，我想要试试看它可不可以做到，这个时候它就需要有一些沟通成本，就是这个成本我需要让它去试错，然后试错之后呢，我的 credit 就消耗掉了。但是呢，我就会倾向于把我已经验证过它可以做到的东西呢，我就会很放心的交给他，因为他就是可以，比如说他就是需要200个 token，就是可以帮我研究这20间公司，那我就让他每一次或者是每个月定期的去做，这个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非常非常的放心。所以它比较适合是你已经有了一套很完整的一个工作流程，你知道你具体要做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花一次的费用去尝试看看它能不能够做到。那它如果能够做到过后呢，你可能接下来就会想要保留你全部的 credit 只在做这一件事情，或者是只在做这几样事情。所以对我来讲 Manus 它更加是一个跟其他的 AI、LLM 的另外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今天除了使用 ChatGPT 或者是除了使用 Gemini 去回答我大部分的情况下面，当有一些具体的琐事我需要让 AI 来完成，或者是在 Gemini 上面做不好的东西，可能就可以试试看用 Manus 的方式，看一下它能不能够真正的帮你 deliver 到这个结果。那它如果真的能够交付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结果，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值得订阅的一个 AI 方案。那我在最后来聊聊我对于 Manus 的这个商业模式还有它的一些未来看法。首先，它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于烧钱这个部分了。基本上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它今天为了完成你这个任务，可能在它的运算资源上面，它需要消耗很多很多的钱，加上它又没有自己的模型，没有自己的训练模型，所以基本上它都是真金白银的，必须把这些钱交给可能某一个云端厂商，比如说 Google Cloud 或者是 Microsoft，它必须要做这个事情，它才能够获得足够的算力去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觉得它最大的挑战是，它要怎么样让用户觉得我付出的这个钱是值得的，这样子用户才能够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一个成本，去获得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只要这个东西它一不对等，或者是只要我发现到，最近 Gemini 又有一个新的一个 update， 我只需要每个月给100块我就能够做到这个任务，那我为什么还需要在 Manus 上面可能花费超过100块，或者是去到几千块来完成同样的一个任务？我觉得它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当 AI 模型不断的变强之后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套壳的一个产品嘛，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方面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就是可能 Gemini 会直接取代掉它的可能60%的、70%的一些功能。那这个时候呢，还会有多少人需要去订阅 Manus 呢？这个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虑，或者是它需要不断的从中去提炼一些新的价值，是其他 AI 完成不到的。它需要一直有这样子的价值，让它的这些用户呢能够持续的感觉到，这个东西虽然贵了一点，但是还是只有 Manus 可以做到，所以他们愿意付钱给 Manus 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偏向 agency 的一个商业模式呢，就是我收客户的钱，然后我再有一个第三方的厂商，所有的云端厂，所有的 AI 模型，然后只要这个成本是可以 cover 的，我就可能会赚取中间的这个差价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呢。它有另外一个好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个是听到他的创始人的一些采访的时候我才发现到的，就是呢，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些所有的这些云端厂跟这些 AI 模型最大的客户，因为他的客户呢是真正的愿意付钱的，比如说真的是有人愿意付出几千块美金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 Manus 呢就必须要帮助他的这些用户呢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当所有这些用户的累积在他们的平台的时候呢，就会变成是他们每一个月需要消耗的这一个 token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嘛，当然它的变成它的生意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但同时间呢，就变成是他们是这些云端厂商最大的客户了，因为 Manus 在他们身上使用到的 API 啊，使用到的 token 是最多的，所以这个时候 Manus 提出来的任何要求，比如说 Manus 会建议我想要往这个方向去改进，那这些 AI 厂商呢，他们在训练他们的下一代模型的时候呢，他们就更可能着重去考虑 Manus 的需求，因为 Manus 是他们的衣食父母，Manus 是他们持续在进行这些这么大的一个成本去开发新的一个模型的时候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客户真正的把真金白银交到他们手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不知不觉间呢，他们的做的这些决策，或者是他们是能够间接性的去影响 AI 模型开发的一个方向的。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东西，就是虽然他们只是一个大家眼中一个套壳的一个 AI 产品，但是呢，因为他们使用量非常非常的大，导致呢，他们可以去影响 AI 模型的开发的方向。所以呢，我在体验了 Manus 之后呢，其实他给了我一个蛮好的一个想法，就是在 AI 时代上面，有什么样的创业才是可能更加具有优势，或者是还是可能持续能够提供价值的。简单来说，你就必须去结合每个厂商最有优势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可能不会倾注他们所有的一些资源往这个地方去开发，比如说可能太过深入的，就是只是在做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可能对于很多 AI 模型厂商来说，他们不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这一个 AI 的产品也好，或者是 AI 的服务也好，你就是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就会有在这个垂直领域愿意付钱的这群人呢，他们愿意把钱付给你，让你的公司能够持续的经营下去，或者是让你有更多的获利空间。这样子你的这个产品呢，就更有可能能够在 AI 时代上面继续的存活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 Manus 给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方向。虽然他们做的东西是 general 的 AI agent，但是呢，它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其实要聚焦在某些大模型做不到的地方，或者是整合每个大模型之后呢，去做一些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东西，在这些非常垂直领域的这些解决方案上面，对于每一个创业者都是有机会的。这个就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当然，现在呢，他们已经是被 Meta 收购了。那其实，在被 Meta 收购之后，我觉得会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它会不会是整个 Manus 最顶尖的这个团队呢，直接被挖到美国，去到 Mark Zuckerberg 旁边呢，跟他一起开发 Meta AI 呢，让这个 Manus 可能接下来的更新会变得非常缓慢呢？还是说 Manus 现在有了更多的资源，能够开发更多的功能，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功能是真正能够去帮助 Meta 变得更好的呢？我觉得它是两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方向，所以未来会怎么发展，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但是我从中看到的东西是一个非常精英、非常厉害的一个团队呢，找到了在 AI 时代下面继续生存下去，或者是继续能够提供很独特价值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它给了很多创业者非常大的一个启发。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拜拜。